你知道《战狼2》究竟有多气吗？细节一：红巾军向冷锋等人发射一炮火箭弹，而冷锋在如此关键的时刻，却选择了用铁丝的床垫去拦截这颗炮弹。离谱的是，这颗炮弹竟然被拦截了下来，在网上短时间内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愤慨，都以为编剧是在为了衬托冷锋有多强而胡编乱造，纷纷表示这也太不合理了吧。但其实这样的操作却是实际存在的。RPG 火箭的弹头装有引信，在引信没有撞在物体的情况下，火箭弹并不会爆炸。从影片中还可以看到，火箭弹的尾翼直径要大于弹簧空洞的直径，这也就使得火箭弹并没有穿透铁丝网继续飞行，并且在历史上的很多战场中，士兵会选择在战壕附近布置铁栅栏网，而这铁栅栏网就是用来拦截火箭弹的。细节二：在冷锋准备好了弓箭打反击战时，女孩却用箭头扎入了一种植物上，镜头中可以看到植物流出了白色的毒汁。当冷锋用沾满了毒汁的箭射在敌人身上时，没等敌人反应过来，就立刻口吐白沫，瘫痪在地。虽然这段看起来有点扯淡，但其实片中的植物在实际中却是真实存在的。这种植物在非洲的名字叫做毒箭树，当地的土著用毒箭树的毒液来涂抹在弓箭上，这样去捕捉猎物，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只要能够命中，猎物就会倒地不起，原因就在于它拥有着非常恐怖的麻痹心脏效果，所以当地人也称它为见血封喉，它的威力自然也就不言而喻。细节三：影片中张翰饰演的角色在遇到吴京时便掏出手枪指着他的头，但只要细看就能发现他的手一直在抖。在后面小女孩被抓时，张翰同样是举着手枪对准大块头，当然了，他的手同样抖得厉害，结果就是手枪瞬间被大块头抢走。当大块头拿着此枪对张翰射击时，却发现打出来的竟是空包弹，这点可以说明张翰虽然拥有着大批物资，但他连枪都没开过，更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。而影片中的张翰之所以装帅，是因为冷锋带来的姑娘，他只是想获得女人的青睐而已。细节四：在电影中要说战斗力强，除了主角冷锋以外，何建国绝对能排第二。影片中介绍的是，何建国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区西南军区14集团军侦察连连长，而这14集团军却大有来头，他们就是在1979年对越自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传奇军队。而何建国作为集团军侦察连的连长，从这也不难看出他为什么战斗力强悍了。细节五：影片开头，黑老大抢占老太太的房子，冷锋用一根铁管敲碎了挖掘机的油管，这也就使得挖掘机停止了工作。但其实细看就可以发现，冷锋敲碎的不过是挖掘机的液压油管，即使这一排所有的油管断裂，挖掘机也并不会停止工作。其次便是冷锋之所以一脚踹飞了黑老大，很多小伙伴们都觉得是因为黑老大威胁了老太太一家安全，但这仅是其一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黑老大打翻了烈士的骨灰。从后面老太太抓起骨灰在脸上轻抚的动作就可以看出。至于黑老大的结局，很多小伙伴们在看到黑老大口吐鲜血的时候，都以为黑老大领盒饭了，但其实只需要注意一点即可，那就是冷锋仅仅被关了不到3年就被释放了出来。如果黑老大真的领了盒饭的话，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讲，冷锋至少也得是无期。细节六：冷锋的队友用钢丝将坦克的前端勾住，将另一端绑在了水泥柱上，冷锋负责挑衅，被惹怒的雇佣兵开着坦克以最高时速向冷锋冲去，将路上的水泥支撑柱全部撞碎，最后绳索拉紧将整个坦克掀翻。这一幕看起来固然很爽，但是将细节解剖的话，就能很清晰的发现这一幕到底有多不可能实现。原因就在于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坦克，在连续撞碎了多个水泥柱以后，它的速度必然会有所下降，而速度下降以后也会直接影响坦克的惯性，在速度降低的情况下，坦克所带来的惯性根本不会让其掀翻在地。那可能就有小伙伴会说了，影片中的坦克是国产59D型主战坦克，质量好，撞碎多个水泥柱以后仍然势头不减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但其实这么想的话就错了，坦克确实如上说的一样，并且重达36吨，能够达到40千米每小时，动力确实足，但是仅仅只是凭借一根钢丝绳就能够掀翻这重达36吨的坦克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细节七：当冷锋与外国小哥拼酒的时候，他不仅连喝了多杯深水炸弹，并且在最后还痛饮了一瓶茅台。相信细心的小伙伴们一定看出了，冷锋喝的正是飞天茅台。抛开冷锋的酒量不谈，但需要注意的点是，茅台的瓶口处都是设有滚珠，像冷锋那样举头痛饮是根本就倒不出来。